人都喜欢住大房子，所以很多肉友也都给自己的盆栽买一个大房子。殊不知这样是在无形中杀死自己的盆栽。你有没有担心以后盆栽长大了，小花盆放不下，直接买了一个大花盆的情况？换了大花盆后，绿植的长势如何呢？是不是换盆后大概率都是挂掉了？特别是养多肉的肉友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花花介绍6种花卉，它们更愿意住小房子，更适合小花盆养，比如仙人掌等多肉植物。除此之外的第3种，用大盆养护是它不能开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快看看你家有没有吧。1. 多肉类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多肉，那么为什么多肉不喜欢大花盆呢？1. 小盆有利于浇水。使用大盆养多肉，对新手来说养护更有难度，尤其是在给多肉浇水这方面。大的花盆里水分蒸发的比较慢，可能会出现上层的土壤干透了，而下层还是比较潮湿的。这样的情况给多肉浇水就难倒了不少人，再次浇水根部会没法透气，出现水分堆积的情况。2. 和多肉植株的大小匹配。如果买来的多肉或者是刚繁殖出来的多肉，株型比较小巧，直接上大盆的话，看着并不协调，影响多肉的美观。其次，小多肉的根系还不够多，直接上大盆，养护有难度，就算上盆后不出问题，根系一直在生长，多肉叶片的部分也一直都是绿绿的，上色不好。3. 不利于控型。给多肉用的花盆大，多肉生长速度快，而且株型也会长大，那么叶片看着会比较分散，没有那么紧凑，所以喜欢精致紧凑小巧的多肉，那么不适合给多肉用大盆，控型的难度大大的提高了。2. 玉树。玉树是一种灌木植物，也是一种多肉植物。玉树也叫燕子掌。这种植物会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，它的叶片比较肥厚，形似玉石，故名为玉树。玉树是很常见的观赏植物，尤其是打造成老桩之后，观赏价值很高。另外，寿命长久，可以存活10-20年。培养方式简单，这一点也成为了很多养花人的理想之选。而玉树的花根比较薄弱，都是一些须根，不适合生长在较为深厚的土层中，而且花盆越小，越容易控制浇水，可防止根系腐烂，对玉树的开花也很有利。因此，种植在小盆里，它的生长潜力会被激发出来，不仅能让花更加健康，还会开出更多的花朵。可能是因为小盆限制了根系的过度扩张，使得植物更多的能量集中在长叶开花上。3. 长寿花。长寿花也叫圣诞加兰菜，是多年生肉质草本植物，它的外形不大，很小，花朵有单瓣的，也有重瓣，颜色极为丰富，可以给环境增光添彩，桌面和窗台最适合养一盆。而长寿花也是懒人花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大家在培养时注意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保证温暖的环境，同时注意少浇水，可以促进多开花。当然，在花盆的选择上，不是越大越好，要根据其观幅来选，小花盆更容易控制积水以及生长速度，防止积水发生腐烂，并且促进多开花。4. 蟹爪兰。蟹爪兰的根系非常薄弱，很多人会把蟹爪兰嫁接在仙人掌上，这样不仅可以使养护方式变得简单，还可以增加开花量。当然，如果是单独培养的蟹爪兰，并不需要选择特别大的花盆，建议在小花盆里挤着养，即便浇水过多，也不容易发生积水，还有利于根系的发育。另外，在开花之前做好控水，可以控制叶片的生长速度，有促进开花的效果。5. 沙漠玫瑰。沙漠玫瑰也叫天宝花，是夹竹桃科的一种植物，如果在野外的话，可以长得非常高大，枝头上会挂满星星点点的花朵。室内盆栽的沙漠玫瑰都是经过矮化改良的品种，但也保留了优良的特性，特别耐旱，十分喜光，而且花期漫长。有些人看见沙漠玫瑰的枝干粗壮，会选择一个大花盆，其实这个做法不对，稍稍比它的枝干大一点点就行，要根据观幅来选择，会有利于它的花根发育更好。6. 朱顶红。
朱顶红是一种球根植物，它的地下种球就像一个剥了皮的洋葱，这也断定了它是一个非常耐旱的植物，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以及养分，大概10天半个月浇一次水就可以了。如果家里花盆多的话，可以一个球一个盆，花盆不要太大，直径大概在15到18厘米左右即可。平时要少浇水，使土壤略微干燥，有利于度过冬天。7. 君子兰。君子之兰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质感的植物，它的叶片挺拔，花色高雅，具有非常高的欣赏价值，可以布置在桌面和窗台。它的花期是在秋冬季节，现在正值花期，喜欢不要错过哦。它的花根虽然看起来比较粗壮，但是却比较薄弱，适合生长在透气、排水好的沙土里，比较洗干净。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盆里，便会有一种危机感，激发出生存的本能，尽情的生长开花。所以小盆憋着养，君子兰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总结，养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了解植物的需求，才能养出健康美观的盆栽。花友们还知道哪些花不喜欢大花盆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